在军队中，武装直升机是威风凛凛的空中铁马与坦克杀手，更是军事大国打造飞行陆军的必选项。但发生坠机意外时，成员的罹难概率很高，生存率不及固定翼飞机的1/10。直升机事故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这与直升机的飞行特性、气象条件及飞行员能力有关。首先，直升机是旋翼产生升力，结构相对复杂，在飞行时需要由发动机向旋翼传输能量。同时，为确保直升机机体不会因旋翼选择产生的反作用力导致绕旋，还需要在尾部设置尾桨。而由于旋翼在水平时只能提供升力，因此直升机想要改变飞行方向时，必须将旋转中的旋翼进行迎风角周期性改变，才能从旋翼旋转产生的升力中分离出拉力，天然存在容易升力不足或失稳等问题。从飞行原理、机械构造来看，直升机都非常别扭，比固定翼飞机更容易出现飞行事故。再看飞行的环境因素，直升机对气象和地形等环境条件有严格的限制。气温高了会降低发动机的功率和旋翼拉力，气温低了呢，会使发动机启动困难。多云多雾的山区飞行还受到能见度低的限制。据统计，直升机各类事故中有1/3是由于天气和地形的原因所引起的。当然，环境因素会进而影响到飞行员的决策，影响到直升机的飞行安全。此外，不能忽略的是直升机的飞行高度。直升机通常在低于1000米的低空飞行，和山峰、建筑物甚至树木、电线杆撞击的概率远比固定翼飞机高。而且直升机速度较低，一旦遇到突发状况，由于升力的迅速消失，紧急自救的反应时间几乎没有。即便飞行高度较高时，飞行员也只能通过旋翼自转下降，操作动作相当复杂，大约相当于要求固定翼飞机在无动力情况下尾旋改出。为了提升直升机的安全性，各国也想了不少办法。俄罗斯就为卡50和卡52两款武装直升机配备弹射逃生系统，还通过起落架、机身、座椅的耐坠吸震能力来吸收冲击波，提升直升机抗坠毁能力。即便如此，要完全避免直升机坠毁事故，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坠机事故后，印度国内有声音质疑俄罗斯直升机的安全性能，有意挑战俄印刚刚达成的军售大单。12月6号，普京闪电式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包括拖延已久的联合生产60万支 AK-203自动步枪协议，将军事技术合作延长10年的协议，即从2021年到2031年等。除了上述武器外，印度还计划向俄罗斯增购50架苏30 MKI 战斗机。分析指，在过去数十年间，印军的俄制装备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但是过去5年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对印度的武器出口下降了53%。与之相反的是，美国、法国和以色列3国对印度武器出口逐渐增多。评论员陈曦认为，印度部分人士希望摆脱俄制装备的想法是说起来容易，却做起来难。这个印度毕竟以前购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火太多了，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也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你买了以后，你还得人员培训，你还得这个维护保养啊，包括这个后勤的这个供应啊，等等，还是离不开俄罗斯的。你还得再继续修理啊、维护啊等等。印度斯坦时报11月20号报道称，印度驻莫斯科的外交官透露，部分 S-400防空反导系统部件已经运抵印度。印度将于2022年初部署至少2套 S-400系统，2个在俄罗斯接受训练的印军团队将操作 S-400系统。对于印俄 S-400系统的交易，美国多次向印度施压，要求其放弃购买，否则将对印度进行制裁。但印度顶住了美方的压力，坚决购买。评论员白梦辰指出，因为印度在印太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美国对其进行制裁施压，或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美国人之前一直号称要制裁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号称和实际操作2个概念。因为印度在美国的整个印太布局里面的重要性太高了，所以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最终很有可能印度会成为一个特例，就是美俄虽然都不希望对方向印度出口武器，但是出于要维护印度这个特殊盟友的这么一个需要的话，那么可能会允许印度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直升机常活动在300米以下的低空，甚至数稍高度的超低空，坠毁事件常有发生。比如美军的黑鹰直升机，据统计，从1981年到1984年，短短4年时间里，黑鹰就发生16次坠机，造成22人死亡。请教一下李先生，为什么直升机坠毁事件不少，各国仍对直升机相当依赖？这主要是因为直升机啊，它具有良好的低空机动性能，而且在这个1树之高这样的一个高度里面，只有直升机能发挥最好的作用。那么直升机它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高度里面，可以发挥这个多种作用。最主要的，比方说它能够垂直起降、空中悬停，而且呢，具有良好的运输性能。对地火力支援性能和空中格斗等等多种性能，所以它的功能呢是多样的，也是非常强大的。另外呢，直升机呢，它在这个高度里面具有良好的机动性能，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反坦克能力，所以说它是反坦克的这个利器，可以说也是坦克的克星。那么它在作战中对地火力支援和进行反坦克作战是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能。那么这一点呢，你比方说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就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即使这个直升机啊有出现了很多一些事故，但是人们呢还需要利用它的这个优长，发挥它在战争中的这个有效的作用。